这个女孩喂养父母扫地出门后，意外发现自家猫碗通古代，她因此邂逅一位古代废太子。女往自家猫碗里倒了一盒牛肉猫罐头，然而下一刻，牛肉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不信邪地把剩下2个牛肉罐头一股脑倒进猫碗里，下一秒，猫碗里的牛肉凭空消失，连肉汤都不剩。而此刻，1000多年前的废太子萧景周碗里闪过一丝金光，木钵里骤然出现香气四溢的肉糜。主仆2人目瞪口呆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木钵里的肉比之前多了2倍之多。殿下，这是肉味，咱们有救了！殿下快吃，这肉香太诱人，传到官差那边就坏事了。催促声中，萧景周捏起碎肉放入嘴里，鲜香四溢，入口即化，只是咸味极淡，真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！陆晨，你也吃点，再拿个碗给外祖母和舅舅他们送去。臣不饿，哈哈，臣吃。陆晨轻轻捏了点碎肉吃，接着笑嘻嘻地拿着碗倒出一部分，小跑着给将军府的人送去。他刚走，萧景周便抱着木钵思索起来，这东西竟如此神异，难道神仙也知道姑和舅舅一家是冤枉的，所以才降下如此美味的神物？宁儿，我的宁儿。萧景周闻声望去，只见大舅母抱着头发散乱的表妹坐在地上嘶喊：宁儿，你睁眼看看娘，等到地方娘答应给你养小兔，每日都有糖吃。老天爷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求求您放过她吧。舅舅顾振北在战场上铮铮铁骨，敌军大刀砍见肉骨都不喊疼的硬汉。此时正跪地祈求老天爷放女儿一条生路。顾老夫人不忍看见眼前一幕，扭头到一边暗地拭泪。萧景周赶紧上前查看表妹顾一鸣的情况。大舅母，宁儿表妹怎么了？今早赶路，宁儿就闹不舒服，他哥背着她赶了一路，方才发现她高热不省人事。殿下，求您救救宁儿吧，她才7岁啊。见萧景周没有言语，周淑云也知道这话说的不妥，如今连吃食都没有，哪里还能弄来药？可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向外求助。若能让他女儿活下去，用他的命来换也在所不惜。儿时高热，太医给姑扎针，就是虎口的位置。大舅母给表妹按压一会儿，能退些热，切记不可过度，恐适得其反。谢殿下，举手之劳，舅舅舅母何必客气？说到底还是我连累你们。殿下无需自责，您体恤百姓疾苦，替百姓鸣冤，是国之幸。如今世家独大，外戚干政，陛下也不是当初的陛下了。想我镇北将军府祖上3代忠君报国，久经沙场，逼退蛮军，追击敌寇，深埋战场多少好男儿，却被岸上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的罪名，落得全家流放的下场。舅舅慎言，我这里有些肉糜，你们垫垫肚子。此处寸草不生，一副枯败之乡，这是从何得来？当下正是生死存亡之际，萧景周也不做隐瞒，把木钵递给他看。顾振北震惊良久，但他了解萧景周为人，不会在此时用怪质哄骗他。太好了，天不亡我等。殿下可否许愿老神仙赐药？江真宇在报警和报警中，最后选择了报警招财。可是当他面对空置的木碗时，又开始犯了难，不知道怎么处置这金怪碗，怎么做才好呢？回想猫罐头放进木碗里凭空消失，他便把自己的手放在木碗里等待。时间慢慢流逝，过去5分钟，也没见有动静。江真宇正打算放弃，只见手心里出现一个硬物，拿出来低头一看，掌心出现一截枯树枝。怎么回事？我拿3个猫罐头换了根枯树枝，这完全就是亏本的买卖啊！他冲到厨房，把厨余垃圾打包，想要塞进木碗里回礼。可一想到这木碗能传送东西，又有些好奇对面是个什么物种。要是对方恼羞成怒，给他来个爆炸性的东西，他和招财都得完完。他随手把枯树枝塞了回去。算了，把你好好洗干净留着吧。随即他拿起木碗，打算在厨房冲洗干净。这个女孩喂养父母扫地出门后，意外发现自家猫碗通古代，她因此邂逅一位古代废太子。萧景周按照景国风俗，往木钵里放了一截树枝，树枝消失片刻，又陡然出现在木钵里。萧景周将树枝从木钵里取出，还没等他想明白是不是祈愿的方式不对，木碗里又冒出水来。江真宇把木碗洗干净，把木碗盛满水，木碗里的水渐渐消失不见。不过你属铁公鸡的嘛，身上唯一能拿出手的就是树枝。水是水，娘，太好了，老神仙来救咱们了。胡说，这一定是老神仙听到我们的祷告赐下的圣水。对，这一定是圣水。
萧景周把碗交给陆晨，让他把水给大家分着喝了。殿下，这老神仙可真好，不仅给咱们肉，还赐圣水。萧景周低头看了眼木波，我觉得对面不一定就是神仙，也有可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同一件器物的人。我若是能和对方取得联系，等价交换货物，或许真能给顾府上下带来一线生机。我要好好想想怎么才能与对面的人取得联系。我要给木波对面的人写信。顾家人聚在一起，萧景周在布料上写字，他书写完将布料叠好，手里还有多少值钱的东西？5两碎银，还有一枚先皇后留下的玉佩。5两银子不够换药、换水、换粮食，把母后留下的玉佩一同放进去。陆晨刚从包袱里掏出玉佩，就被老夫人夺走。老夫人道：“这玉佩是你娘留给你最后的东西了，唯一的念想，得好生留着。外祖母这里还能拿出银子，流放前夕，顾家姻亲前来送行，塞了不少银钱留在路上大典。”老夫人让周淑云拿出块金子，放进木钵里。木钵里的布料和金子骤然消失。江真宇窝在沙发上睡午觉，醒来听见客厅什么东西打翻的声音。招财在捣乱，我揍你哦！就看到招财披着一块脏兮兮的布跑过来。江真宇这才发现招财嘴里叼着一块黄灿灿的东西，待他仔细看清楚，才发现竟然是一块金子。江真宇惊呼：“好宝，一出手就给我捡了10几万回家。若这块黄金是古董，那他可就有钱了。”招财并没有理会他，趴在地上撕咬着脏布。江真宇拎起招财的后脖梗，直接猫口夺布。他展开脏布，发现上面有字迹，木碗传送的竟然是1000年前的古人。冒昧来信，还望恩人见谅。在下萧景周大景京城人士，因被贼人陷害，流放家眷奴仆30口。今日收到恩人赠水赠肉糜，解燃眉之急，不胜感激。家中亲眷幼童高热不退，亦有外伤者，需退热药物、金疮药及供给30口之水粮。若恩人方便允准，望恩人代为购置。在下万分感谢，敬请福安。静候回谕。萧景周，大景元年夏。女孩家的猫碗深不可测，任何东西放进去都不知去向。就在她摸不着头脑时，猫碗里竟飞出一份1000年前的感谢信和金元宝。江晚看完信，原来这是让我帮忙购物啊！我刚搬来不久，在家囤了10几箱面包和矿泉水，再点个外卖买药亲。江晚趁外卖员送货上门的空档，给萧景周写回信，把回信放进木碗里，怕萧景周不懂得用西药，还贴心写了便签，告诉药品作用及使用方式，依次把面包、矿泉水还有药品用木碗传送过去，告诉萧景周明日会再买东西给他。顾家人围在萧景周身边，目光直勾勾盯着木波收到来信，信纸展开。见信安好，有人信中所述情况，我已知晓。你们的遭遇我深感同情，家中猫碗能够传东西帮助到你们，我也很意外。我不是什么恩人，只是误打误撞帮助了你和家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晚，来自21世纪的普通人，是一个与你们相隔1000年的未来时代。你信中所需的东西，我会准备好送过去，希望你们能够平安顺遂。21世纪，江晚。看完信，木钵里就不断出现箱子。太好了，这里面一定是神仙送的粮食，咱们终于有救了。顾镇北做表率，用牙咬开瓶盖，咕嘟咕嘟往嘴里倒，大家看见纷纷效仿。甜，真甜，这定是仙水，喝完我都觉得精神100倍。这糕点松松软软，真好吃，里面还有酸酸甜甜的夹心。殿下，神仙送来的食物仅够咱们抵达纸一城，如今城外一片荒芜，城内怕也难有粮食啊。舅舅不必担心，方才我又收到一封回信，江姑娘明日还会买一些东西送来。太好了，这位江神仙真善，今后有机会我一定为其塑金身，点长明灯，日夜供奉。你多送一些银钱，这位江神仙或许会更高兴。江晚一大早就拿着碎银和金锭，他要出售金锭，来到聚宝斋古玩店。欢迎光临小店，这位姐姐想要买点什么？四师兄不认识我了？怎么能不认识小师妹？江晚把金锭放在桌上。四师兄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东西是真货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我知道是真货，还是昨天从古人手里得来，热乎着呢，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。苏杭听说他身世变故，知道东西来历正，也没多问，直接开价了。这金锭是大景王朝年间价值80万元，至于剩下的5颗碎银子，因为没有印鉴，打包价8万，一共88万。成交。两人完成第一笔交易后，苏杭提醒道：小师妹，要是你家里还能找出这样的好物件，可别忘了照顾师兄的生意。不瞒你说，大景王朝在野史中可是富饶之国，最近那大将军衣冠冢被发现，不少古董收藏家争抢着收藏。江真宇敷衍点头，转身就要走，离开古董街。江真宇打车去了商场。
女孩不断往猫碗里投送水和食物，下一秒这些食物和水就出现在1000年前的大井王朝。江晚又去超市买了100箱罐头、100箱水、100箱面包，留下地址，忙活大半天。他也饿了，打算吃顿火锅再回家。走不动了，真的走不动了。几个官差席地而坐，每个人手里拿着半块馍馍，时不时转头看向远处休息的顾家人。2日没发粮食，他们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还精神？傍晚给他们发半块馍，别真饿嘎了。萧景洲正准备找棵树倚靠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怒骂声：“快，都走快点，别逼老子用鞭子抽你们！”殿下，好像是前尚书和卫侍郎2家人。他们怎么也被流放了？您被废后，朝堂动荡不安，张皇后联合国就打着倾诉朝堂的名号，在朝堂上排除异己，不少官员不愿意与之为伍，轻则踢出朝堂，重则抄家流放，身首异处。其中就有户部尚书钱无忧、兵部侍郎魏文山，2人被冠上贪污受贿、舞弊营私的罪名，判处全府流放。流放当日，3家人一同被赶出京城。不想流放途中遇到逃荒的难民，一番哄抢打闹就被冲散了。是我连累他们了。快点，要不是你们这帮废物，老子至于饿那么久？废物点心，连自家老娘都背不动，赶紧麻溜点走，挨了打就老实了，都是小可爱。大哥，别管他们了，我快饿得直不起腰了，咱们赶紧去找张达要吃的吧。周武点了点头，头四脚底生风往张达的方向跑。10几个官差都走了，钱尚书连忙去扶管家。老钱，你怎么样？老爷放心，老奴皮厚，打不出好歹来。你不该跟着我来北地受苦。要不是老爷把老奴解回府，老奴早就命丧那年的冬日了。20名官差汇聚一处，张达恨毒了顾家人，都怪顾家人拖慢行程，让他们追了上来。这下好了，都得饿肚子。他不甘不愿地拿出黑馍馍，周大接了半块馍馍进肚，犹如空罐撒2粒米，压根没感觉，还想再要1块馍馍。就见张达收紧袋子准备走。慢着，再给兄弟们分1块。不行，还有几天的路，再给谁都到不了旨意城。妈了个巴子，你们把我们那份粮都吃了，如今问你们要点，还敢给老子甩脸子？别以为能攀上国舅的腿毛就嘚瑟，如今山高皇帝远，不给馍馍，老子一巴掌呼嘎你！20名官差因为干粮打了起来，流放的犯人不闲事，大在一旁观望。这个女孩喂养父母扫地出门后，意外发现自家猫碗通古代，她因此邂逅一位古代废太子。将碗吃饱后，她拎着打包盒要走，当她看到厌恶的2张脸。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，看到辣眼睛的2个垃圾，一个是控诉她抢亲人的真千金，一个是和她青梅竹马却和真千金滚上床的未婚夫。韩真真看到姜婉，就拖着蒋寻走到她跟前。我就说看到你在这里，寻哥哥还不信。然后依偎在蒋寻怀里，恨不得挂在他身上，一脸娇羞。我就说婉姐姐不会怪我们，这下你信了吧？婉姐姐，你怎么沦落到要打包饭菜回家了？想吃饭可以回家，爸妈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总不会少了你1顿饭的呀。这话说出来，纯属恶心姜婉，全然忘记韩家父母赶姜婉出门的事。9年义务教育没教你不浪费粮食是美德吗？寻哥，姐姐是不是还没原谅我们，所以才不喜欢我？既然你觉得睡了我的未婚夫对不起我，那你就跪下跟我道歉，直到我原谅你为止吧。蒋寻心疼韩真真被刁难，挡在他身前。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不要为难真真。那你也跪。你别无理取闹，你现在道歉，我和真真还可以不计前嫌，原谅你。我在和这对渣渣多说一句都想吐，眼下只想着速战速决。你们俩一个出轨，一个当小三，还想要我道歉，脸呢？你胡说什么？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你占了我的身份过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你还想抢寻哥吗？你养在我亲生父母身边，也曾如珠似宝，这不是你在他们灵堂隔壁勾引我未婚夫的借口。此话一出，震惊在场所有人。这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居然在灵堂隔壁乱来，也不怕冲撞长辈。就算是养父母，也把他养这么大，干出这种事情真是白眼狼。这男人也不是好东西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开始有人拍照录像，韩真真无能狂怒，大喊一声，拉着蒋寻撒腿逃走了。姜婉回到家，她在商场买的东西也送到了，也收到了萧景洲的来信。恩人所购粮食和水，在下均已收到，不胜感激。那药物效果奇佳，表妹高热，今早已退下。只是药物形制模样奇特，是否如恩人信中所言，这是1000年后的科技和技术？若真如此，在下真想亲眼目睹21世纪的盛景。看完感谢信，姜婉立马给萧景洲写了封回信。东西采购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方便收货？萧景洲没有理会打作一团的官差，抱着木钵等着姜婉的回信。
女孩家的猫碗深不可测，任何东西放进去都不知去向。就在她摸不着头脑时，恩人白天收货太过引人注意，我想天黑再收货。萧景洲把信放入木碗，江晚收到萧景洲的回信，他就着纸张空白处，好，又扔回了木碗。萧景洲收到字条后，就抱着木钵一直等候。夜幕降临，木钵里闪过一丝金光，里面的字条显现4个字：准备收货。紧接着，一个纸箱从木钵里涌出来，木钵里源源不断的往外冒东西。收完货，萧景洲写了张感谢的字条传送过去。木钵里倏然闪过一丝金光，江姑娘又给他传消息了。看到上面的文字，心情顿时如坠冰窟，目光投向顾镇北。这下好了，咱们有神仙相助，很快就能抵达旨意城。舅舅，天快亮了，让大伙儿把东西分好带上，免得让官差看出端倪。对，我立马安排。看着顾镇北的背影走远，萧景洲才展开将传来的纸条。萧先生，有件事情想麻烦你。大井有一悍将，名为顾镇北，死于大井元年下的流放途中。若你能碰上他的尸身，请将他掩埋。他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该有个体面的落幕。江姑娘拜托我掩埋顾镇北，同名同姓又同样被流放的将军，每一件都不可能是巧合。舅舅会干吗？他抬眸看向忙碌的亲人，眸光逐渐坚定。缺水、缺粮、缺药的日子，我们都挺过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保住亲人，平安抵达旨意城。萧景洲快速写下一张纸条，放进木钵里。江姑娘，我希望能得到更多关于顾镇北的消息。等他吃饱喝足，又给招财添了猫粮，才发现萧景洲的来信。招财，没想到大井王朝悍将顾镇北竟然是萧景洲的舅舅。这么说来，他误打误撞救助的人，还是个英雄人物。江晚一直以为萧景洲是个普通人。招财当初传信，他说被奸人所害，才导致家人流放。没想到萧景洲竟然是废太子。得知萧景洲被流放的原因，气得他想口吐芬芳。葛皇帝昏庸无道，竟然是百姓不顾，亲信奸佞，联合陷害忠良。萧景洲信中说，有他相助后，他们并未遇到棘手的苦难。想知道顾镇北为何会达在流放途中。江晚翻出博物馆宣传册，墓志铭并未记载顾镇北死因。他掏出手机给宣传册拍照，再打印出来，有图有画，更直观方便的信息。他写了张纸条，告诉萧景洲目前只知道这么多，又把打印的宣传册一块放进木碗里，传送给萧景洲。很快，萧景洲传回纸条：若有其他消息，请姑娘务必第一时间告知在下，在下感念万分。江真宇回了个好字。我觉得猫碗能通古今，给他帮助废太子萧景洲的机缘，说不定也能改变顾镇北的命运。萧景洲和顾镇北一同流放，指不定两人会一块出事。该流放路上，我得好好养只棵摇钱树，也希望顾镇北能活下来。这家人在流放的路上吃不饱的年代，却意外打开时光隧道，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食物从未来传送过来。萧景洲收到了江晚的来信。你们吃罐头和肉干也不行，晚上我给你们送鸡肉，好好补补。殿下，神仙有什么指示吗？神明说晚上给我们鸡肉吃。神仙可真好，我这就告诉他们，晚上咱们吃鸡肉。太阳快落山，官差把流放人员叫起来赶路，送走了送货小哥，江晚才传信给萧景洲，问他什么时候方便收货。在下还在赶路，一次不方便接收太多。天都黑了，还在赶路，官差也太不做人了吧。他回信：那我一点点传送给你们。好，多谢。每隔2分钟传送一次。很快他就收到回信：鸡汤和包子都好吃，多谢江姑娘。陆晨趁着天黑，拿着包子和鸡汤到处乱窜发放，也没被官差发现。殿下，都发完了。夜里有风，让他们小心别被官差发现味道。都吩咐好了，吃东西的走后别散位，钱家和魏家我也让人盯着，谨防他们给官差通风报信。赶了半夜的路，官差又饿又累，反倒是押送犯人个个精神抖擞。正当周武感到疑惑，准备让侯四查看情况，就听到有人扑通一声倒地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好像都腹痛难忍，我看到魏侍郎脸都疼紫了。陆晨怎么回事？鸡汤和包子分发下去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众人纷纷腹痛不止。我这就书信给神明，问问有何解决办法。江姑娘，在下和一同流放人员食用完汤肉不到半个时辰，不知为何突然腹如刀绞，还伴有恶心反胃。此事来得突然，还请江姑娘救救他们。我会想办法，尽快找出病因，等我。静候佳音，在下替大伙感念江姑娘恩情。张婉开车来到医院，张婉来找赵月办公室。赵月指着质检结果道：食材新鲜，没什么问题。食物没有问题，那么就人有问题。萧景洲他们流放多日，肚子里缺少油水，之前传送的东西只有罐头有油水，他们可能就着面包吃，也没多大问题。现在一次性吃了油腻的东西，
突然受不住了。你说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没可能，开点健胃消食片，拉肚子就好了。实在不行就送医院，总这么跑也不是回事。我亲生父母那边养殖场工人出了点问题，特意来问问情况，没多大事情，你就开药让我带回去吧。我再给你开点止泻药，腹痛完多半要拉肚子，省得你半夜再把我拉起来。从医院出来，江真宇找了个路灯，发现四处空旷无人，这才把木碗掏出来，写信传送给萧景洲。传信后，把药分好放进木碗，